嘿，大家好。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私有云的这个概念被不断的提出，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都需要一些私有云的东西，特别是远程访问桌面，还有远程访问自己家的文件等等需求，比如说 NAS。那有没有什么简单快捷的方法，而且又经济实惠，可以访问内网的了？当然有啦。今天就让大家介绍一款我觉得非常有性价比的内网访问神器——蒲公英 X1 旁路由。这个产品的出现是彻彻底底的解决了我现在在内网访问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有些原因，我加上的是移动的200兆宽带，但是呢，因为我是移动宽带的原因，众所周知，公网 IPv4 地址不可能 ，IPv6 用还是可以用，但是效果不行。而且用起来也相当麻烦。我相信在看视频的不少观众也和我有一样的情况，但是这个 X1 旁路由就没有这些麻烦，就只需要把它放在要访问的局域网下面就可以了，再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哇哦，阿桑，黑色的盒子。旁路由本体，旁路由的说明书，还有数据线以及本体。旁路由上面有一个 micro USB 接口，用于给旁路由供电，还有一个 RJ45 网口，这个网口可以起到LAN口或者是WAN口的作用，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另外上面还有一个 USB-A 接口。这个接口是用于我们用来接上一些简单的 USB 储存设备用的，比如说 U 盘或者是移动硬盘，当然也可以用它来搭建最简单的储存服务器。如果不想在 NAS 这些地方折腾的，可以将计就计，就使用这个接口，非常的方便。当然，这个接口还可以当做 USB 适配器的接口使用，可以接上移动网络，比如 3G、4G 信号的网卡，直接扩展了产品的使用范围。这样的话，不只是在家里放着用，还可以通过蒲公英 X1 旁路由，在户外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快速多设备的组网，而且这个设备是自带 WiFi 的，甚至可以把它当做 WiFi 中继器使用，也不影响它本身的功能。于是乎就谈到为什么我要购买这个蒲公英的产品呢？同样说到上一个关于云电脑的视频，评论区里面有很多的观众都在反映说内网穿透步骤太麻烦啊，还要去另外购买云服务器啊，还有建议我用花生壳来进行内网穿透的。这里提一下，蒲公英、向日葵还有花生壳都是一家公司的产品，也就是贝瑞科技。这个公司的产品呢都很有实用性，性价比也很高，而且易用方便，很适合一些小白上手。购入了这个蒲公英 X1 盒子，就相当于把上期视频那些繁琐的步骤一步化简，而且只需要购买的设备就相当于可以直接使用他们的标准版本的套餐，不用续费，直接性的买断制，比起那些自己搭建穿透来折腾的都要舒服很多。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讲如何使用了，把它接在同一个局域网下就可以了，很简单，接上数据线，准备一根网线，然后接到路由器上面。接上去过后，等待旁路由上面的灯光不再闪烁，变成蓝色。如果是蓝色的话，就说明这个旁路由盒子连接成功上互联网了。如果是其他的状况，可以看说明书上面的提示来找到对应的问题。接好网线过后，我们来看看现在局域网中的拓扑图。目前我的局域网里面开了一个 Web 服务器来检测服务器是否连接正常。在局域网中的 IP 地址是 10.0.0.2， 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局域网里面输入10.0.0.2 来达到访问的目的。网关也就是路由器的地址是 10.0.0.1， 整个局域网里面的设备的 IP 基本上都是 10.0.0.x 来设置的。当然很多人的 IP 地址范围都是 192.168.1.x 等等等等。查看内网 IP 也很简单，右键桌面右下角的小电脑，点击打开网络和 Internet 设置，Win10 1909及之前的版本可以点击更改连接属性，更高的版本的话直接点击属性就可以看到了。在下面有你的 IPv4 地址，通过这个就可以知道在局域网里面的格式。
打开同一个局域网下面的笔记本电脑，在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网址，连进去，输入包装上面的 SN 码和初始密码 ADMIN， 然后再重新设置一个复杂度更高的密码。完成后，输入账号来绑定这个旁路由。如果没有账号的话，它会给你新建一个。现在就是进入到后台界面了。这个时候再点击智能组网，然后点击成员列表，就会进入到这个界面。由于我已经绑定上了手机端，所以这里会多出来一个手机端的。然后再点击这边的组网管理，然后登录，就是这个界面。这个时候再点击组网列表里面的查看详情，再点击旁路设定。然后点击下面的添加旁路设定，输入你的内网 IP 地址，我这里就填写 10.0.0.0， 直网源码就写 255.255.255.0。关于这些具体的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更新到，关注我以获取第一时间的更新，然后保存即可。我们需要在外网访问到内网的设备是这台手机。首先在手机上下载蒲公英手机 APP， 各大平台均有下载。下载完成以后，进入到软件，登录到自己的账户即可，它就可以直接快速的给你完成组网，这样就可以使手机成功的与家里的内网完成组网了。然后我们打开手机的浏览器，输入我那个带有 Web 服务的 IP 地址，正常访问，基本上是秒开。这下面还有一层内容是挂了影片在里面的，我们选择一个视频来进行播放，几乎是秒开。如果真的是要用它来管理文件的话，可以自己搭建一台 NAS， 以便于更好的、更快捷的文件访问。当然，你也可以把 USB 设备的 USB 孔上来达成组建简单文件服务器的目的。接下来就是远程桌面，打开远程桌面的客户端，输入对应的 IP 地址和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等待连接，就可以体验到简单的云电脑的快乐了。后面的视频我会讲到如何去开启远程桌面。因为这个东西它会占用到你一个网口的原因，这个可以制定一设置上网方式，也就是可以不使用网口。就以现在我们把路由器当做旁路由的情况下来说，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WiFi 中继器使用，在局域网里面的电脑的浏览器里面输入蒲公英的路由器的管理里面的这个广域网地址，也就是 10.0.0.78， 复制粘贴到浏览器的地址栏，进入蒲公英的本地管理界面。 UI 刷新出来后，直接点击下面的蒲公英本地管理，在里面输入好路由器对应的 SN 码，然后就会进入到后台。这里可以选择上网方式，我这里就选择无线中继，然后它就会在下面搜索到可以使用的 WiFi 栏目，在对应的 WiFi 名称这里输入密码，点击立即上网，然后确定修改，再点击立即上网。这个时候就可以拔掉网线，等待路由器重启就可以了。再次进入云管理后台，这个时候的广域网 IP 是有所变化的。现在它既有旁路由的功能，也有无线中继器的功能，实际上一举两得。实际上它还可以用于宽带拨号和简单的无线路由器使用，因为它是自带无线功能的，就可以轻松的给那些没有无线 AP 的环境来进行无线上网。假设你是想访问公司的内网的话，就需要在旁路由设定里面添加你在内网中需要访问到的 IP 地址。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以路由器上面还有一层的光猫为例，访问到光猫的后台的，就需要在旁路设定里面设置好对应的 IP 地址。比如说我这台在局域网里面访问的光猫，需要输入到的 IP 地址是 192.168.1.1， 旁路设定是 192.168.1.0，直网源码就输入 255.255.255.0， 设置完后，其他的设备重新连接到主网里面，在手机上就可以访问到了。这样不仅可以访问到光猫，还可以访问由光猫组建起来的局域网的所有设备，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好设备内容，就可以轻松的访问到内网的设备了。蒲公英 X1 旁路由盒子使用的环境也很多，不只是在手机上，在其他各个平台也可以使用它来轻松的创建组网。前面演示到了如何使用 Windows 的云电脑，实际上就是一层 Windows 的 RDP 连接，在电脑中简单的设置就可以了。在电脑上设置中搜索远程桌面，然后点击远程桌面的开启，
然后在局域网中或者是通过蒲公英 X1 组建起来的局域网中输入对应的内网 IP 地址和账户名和密码即可正常使用。如果觉得麻烦的话，还可以使用向日葵来进行远程桌面连接。当然，你还可以通过 Work Online 来进行远程电脑的开关机。这里要说一下，通过 RDP 来连接远程电脑的，就相当于是通过 Windows 账户来连接远程电脑，也就是说，可以不用开显示器也可以连接。当然，这种方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不能直接使用显卡来进行显示，显卡只能在一些软件里面起到一点点作用，也就是不能打游戏。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搭建虚拟机来访问，比如 ESXi 或者是 Hyper-V 等等虚拟机都可以实现直通显卡的过程。然后在虚拟机上面开启远程桌面，就是真正的可以使用显卡来进行一些操作了。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再叙述。蒲公英 X1 旁路由解决了我不少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公网 IP 实现内网访问的烦恼。不只是我，蒲公英 X1 还可以用于企业，比如说异地组网和异地访问，公司的2个部门用来搭建内网等等。相比其他的一些方案更加安全可靠，产品的功耗也很低，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只有1-2瓦。按照正常的电费来计算，1个月只不过几毛钱的电费，算进总电费支出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啦，这个特殊的产品自然有它特殊的场合。就简单来说，作为学生，可以在学校通过这个东西来访问到自己家里面的电脑和数据文件，因为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保存在移动设备上。对于一些企业呢，用来员工访问公司内网，实现高质量的远程办公，或者是多公司分布组网，实现公司的跨地区组网。高质量的互联网体验就是如此。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喜欢请点一个喜欢，投硬币，关注我，我会在近期更新这一类的视频，以获取第一时间的更新。谢谢。